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，有2个小学生在放学途中离奇失踪的案件？我就是失踪男生谢启聪的妈妈。在2006年7月19日下午2点半，他们上完课外活动了之后，有人看到他们一起离开学校，之后就失踪了。喂，你真的要瞒着老大自己查？我是担心我们这样一查，会挖出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的新闻带走。昨天开始，他就不停地画画，不吃不喝不睡觉，已经画了20多个小时了。翻开生命的篇章，数托着想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。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。反锁迷离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。回忆总会纠缠每个字，思念走远过的谎。我觉得这幅画就是东东看过的画面。这父亲身上带着一把枪，很有可能是警察。这个爸爸很像在帮谢启聪绑鞋带。小鞋带，手中拿，一左一右线交叉，折成2只小耳朵，开出一朵蝴蝶花。小鞋带，手中拿，一左一右线交叉，折成2只小。东东，蓝色书包的爸爸是不是这个？小鞋带，手中拿，一左一右线交叉，折成2只小耳朵，开出一朵蝴蝶花。你就是谢启聪的亲生爸爸。难怪谢玫瑰突然不想找他儿子，是你阻止他，你怕你糊涂账被揭发，对吗？不说话就是默认。是啊，老大，我真的看走眼了。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对不起美丽的瓦桑啊？当玫瑰出现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不管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可是没有阻止我们。你不会不好意思啊？你真的很不负责任，搞外遇，跟别的女人生了一个儿子，还完全不顾你儿子。我没有不顾其从。他失踪以后，我马上申请要求加入调查小组。可是叶舍知道他是我儿子，按照程序要不让我调查。可从以前到现在，我没有放弃找寻他的下落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好的爸爸，很好的丈夫。
能这一切都是假象。我知道是我的错。当我知道玫瑰怀了启聪，我没有要她把它拿掉，因为我不想再有第二次的遗憾。你不要把我当借口。你年轻时候犯的错误，无话可说。但是你跟师母结了婚，还在外面搞别的女人，你对得起她吗？我知道对不起秋月，可是玫瑰生下启聪以后，我只负责他们的生活费，我没有打算离开秋月的。男人背叛总是有一大堆理由辩护自己呢。你不只对不起师母，你也辜负了启聪。你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我看在他眼里，你跟一个做善事的陌生人一点差别都没有。让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呀、大坏蛋、大骗子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谁欺负你？啊？原来艾芬是有老婆的，要不是我亲眼看到，我都不知道他瞒我多久。你怎么可以跟有老婆的人在一起啊？是他存心想要骗我，说他单身没有女朋友，所以我才跟他交往的。这种男人不可能对你真心的，你有没有吃亏啊？我没有这么笨。你之前不是说喜欢俊彦吗？嗯。多桑，俊彦又不喜欢我，我也不想要勉强他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艾芬对我很好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舒服，所以我就想要试试看。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样对我。不用担心啦，你还年轻，有很多好的男人在等着你的。OK？ 听我多桑的话没错，一定要找一个真心对你的好男人。我知道啊，就好像我多桑一样，我多桑这辈子只爱我卡桑一个人。不过我多桑这样子的好男人已经绝种了。好啦，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，赶快去冲凉，等下可以吃饭了。卡桑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为了这种人浪费我的时间的。我今晚要好好睡个大觉，起来以后就把他给忘记了。快，去冲凉，去。我去冲凉了。怎么办呢？他时不时就这样子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安定下来？不用担心，他这个年龄是这样的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一样。好了，我去准备晚餐了。秋月，嗨，这才跟你说，我今晚想吃虾仁煎蛋。好的。今天很冷哦。哎，气象局报告啊，等一下会下雨，所以出门一定要带伞。OK？ 哇，给你们猜个谜语吧，为什么做坏事只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做？
因为早晚会有报应吗？你每次告诉我们要公私分明，既然吴汉文已经委托我们调查吴美薇失踪的真相，我们就应该把这个 case 当成是公事来讨论。所以，如果你知道什么，告诉我们吧，你不要再隐瞒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开始谈 case，OK？玫瑰生下启宗后，就一直带着他，一直到他7岁，因为他要改嫁到印尼，担心对方接受不了启聪，就把启聪交给好姐妹樱花照顾。但是樱花要工作，又交给了保姆李雅妹照顾。樱花是我们在莲雾见过的樱花。是的，启聪失踪后，我都一直在找他，但是毫无结果。我开始的时候怀疑是玫瑰把他带走的，但是我联络不上玫瑰。整件事情只有樱花一个人最清楚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去找樱花的原因。所以那天玫瑰来 CCI 找我们的时候，你应该很惊讶吧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找了10年的人，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，而且要我委托我们 CCI 找启聪。说真的，我不知道目的在哪里。都那么多年了，为什么突然间来找我？你明知故问，我老公不知道我有个私生子，启宗失踪了，我不方便出面，更做不了什么。现在我老公走了，我当然要回来找回儿子。启聪真的不是你带走的？为什么怀疑？当年你嫁到印尼，你说过一句话，时机一到就把启聪带走，过后他就神秘失踪，而你就失去联络。所以你就以为是我带走启宗？这些年来你做了些什么？怎么可以让儿子自生自灭？谁说的？这些年我都有去找，哪怕是渺小的线索，哪怕是国内外，我都亲自去找。如果当年我早点回来带走启聪，儿子就不会失踪了。你这个做父亲的也太失败了，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给弄丢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，我欠他太多太多了。听说 CCI 很厉害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有一个要求，不要委托 CCI， 我自己会查。我差一点忘了，你是有苦衷。当年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，现在更没有理由这样做。我只要找回孩子，其他的没兴趣。我答应你，只要我活着的一天，我就会把启聪找回来。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。除了我们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更应该知道真相。时机到了，我一定会跟秋叶说的。喂，我们调查赵彩霞的事，你要我报告还是你自己说？吴美薇的亲生母亲是赵彩霞，她在我妈舞蹈学院做工的。但是当她知道吴汉文委托我们查吴美薇失踪的真相，她反应很冷淡。赵彩霞非常疼爱她的女儿，如果她知道有人要帮她找女儿的话，照理来说，她应该是很高兴、很激动才对啊。当年警方有怀疑过赵彩霞，但是2个孩子失踪的时候，她有不在场的证明。有不在场证明不代表她是清白的。那启聪呢？为什么要带走他？我们暂时还不知道，但是我很肯定的是，启聪还有美薇不是刚好被选中然后被带走的，他们是被锁定的目标。这些是东东画的，
我相信他的画是他曾经看过的画面。就剩这幅，他画的是你还有记错。但是因为他有自闭症，所以警方忽略了他的口供。所以你怎么解读这幅画？我相信东东当时看到一个穿着外星服装的人，用棒棒糖把他们2个引了过去，然后把他们带进一个很像太空船的模型。我问过东东，当时还有其他的学生也是进去这个模型，但是只有他们2个不见掉。如果目标明确，谢启聪跟吴美薇，也许还有某个共同点，是我们还没发现的。查了10年，从来没有想过要从吴美薇的角度去做深入调查。我也看过蒋孝东的口供，我也完全不在意。这真的是我的盲点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集中调查赵彩霞。师傅，你再看一看其中的资料，看没有忽略到什么吧。这些都是美薇的东西。美薇小时候很爱打扮，最喜欢我帮她梳辫子。10年了，她现在也19岁了，应该长得很漂亮。我好想她，希望你们能找到她。别难过，相信他们是有办法的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多了解一下赵彩霞的背景，比如她有什么爱好，跟谁是好朋友之类的。彩霞的家乡是在马来西亚，她在本地的朋友并不多。平时跟她走得最近的，就是我太太。我和彩霞是在烹饪班认识的，那时候我们对烹饪都很有兴趣，一起上过几个烹饪班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应该是从2002年开始吧。彩霞向来比较安静，很少会主动跟别人交谈。当时我跟她算是比较谈得来，有时候上完课，她还会邀请我到她家吃饭。那你和赵彩霞是在2004年离婚的，当时美薇只有7岁，她对你们离婚有什么反应？没有，因为她跟燕燕的感情向来就很好，所以她妈妈的离开似乎没什么影响。那你们结婚后还有没有跟烹饪班的同学们联系？都失去联络了。那你还记得比较相熟的学员的名字吗？还是有没有他们的照片啊？我还有些照片，我拿给你们看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些是我跟彩霞在参加不同烹饪课程拍的。OK。难怪赵彩霞对他们2个的怨恨这么深，同时被老公和好朋友背叛，好可怜啊！谁叫她引狼入室啊？你看，带好朋友回家吃饭，结果嘞，连老公都被吃掉。我是很同情赵彩霞，但是如果她是为了报仇而带走她女儿的话，也太自私了吧？没有如果，我敢肯定是赵彩霞做的。我都跟你说了很多次，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不可以乱下定论。刚才你也看到照片了，刘艳艳还有吴美薇的感情是不错的。赵彩霞身为亲生母亲呢，一定不甘连自己的女儿的心也被人家抢走，所以一定把女儿带走了。所以说啊，不要得罪女人，因为女人狠起来啊，比男人更绝情。还不是因为你们男人的错。如果不是你们先背叛我们，女人会死心会反击吗？男人做错事了还借口一大堆。OK， 是我说错话。女人呢是最善良、最可爱、大方的。我请你吃饭 ，OK？Love you, baby。啊！不要吃饭就算了，吃我啦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
吃了吗？一起吃吧。啊，吃了，跟俊吃了。师傅啊，急宗的事还是快点告诉师母吧，不要再拖了。我知道怎么做，你查了什么？原来吴汉文的现任太太刘艳艳是赵彩霞的好朋友啊。看，他们上过同一个烹饪班，这些都是在烹饪班拍的照片。原来师母跟他们上过同一个烹饪班。于洋，你来啦！师母，一起吃吧。好啊。我煮了你最喜欢吃的味噌汁。坐。谢谢。阿娜达，你说有话要跟我说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没有了，只是想问你某怎么样了？没事啦，今天很早就跟同学出去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哎，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今天阿姨做了饭团给我吃，真好吃。阿姨还教我说日语。她说阿姨就是欧巴桑，欧巴桑还买冰淇淋给我吃。她还说下个星期会带我到圣淘沙坐缆车看鱼尾狮。我跟欧巴桑说我想去海底世界看大白鲨和小丑鱼。我还跟阿姨说我要和她拍很多照片。因为我家里的照片都不多，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。我希望我可以经常跟阿姨一起出去玩。我喜欢欧巴桑，我希望我可以常常和她在一起。我最近跟踪了赵彩霞几天，发现她的生活很规律。她早上9点上班，会到小贩中心吃午餐，下班之后就回家。只有星期三跟星期五会到舞蹈学院附近的中餐馆吃晚餐。失踪案发生后3个月，赵彩霞就辞掉在关卡与移民局的工作。听说是回去马来西亚照顾她生病的妈妈，一直到2年前才回来新加坡，在你妈妈的舞蹈学院当文员。赵彩霞很有可能是把吴美薇带回马来西亚，然后案发后的1年多再回去那里常住，为了就是避免大家怀疑她。喂，你记得你妈妈曾经跟我们说过，每当2月份的时候，赵彩霞会回马来西亚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吴美薇的生日刚好就在2月18日，也太巧了吧！但是这个赵彩霞真的很低调，很难知道她现在还有没有跟吴美薇联系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马来西亚一趟。 Good idea.
我有事，先走了。你去哪里啊？你们猜你们的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。我们之前3个默契那么好，现在什么都变了。不关我的事，是他小气啊。以前你们2个在拍拖的时候，我也是没有疏远你们，还不是每天嘻嘻哈哈的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真的很脆弱的，说变就变。人本来就很善变的嘛。像师傅啊，之前这么爱师母，现在竟然怀疑他。这就是当侦探的本色，查案一定要大公无私。难道你也怀疑师母和赵彩霞串通，把启冲和吴美薇带走？如果你真的认为美丽的欧巴桑没有做的话，那我们更应该找出证据，证明他是无辜的。Thank you。逛了一整天，只买东西给师傅和某某口啊。你自己呢？这些都是他们需要买的，我没什么想买的。师傅娶到你真的很幸福。我能嫁给他也是很幸福啊。谢谢。走吧你。今天怎么这么有空陪我逛街啊？你们现在不是在查一起失踪案吗？是啊，不过那个案子真的很复杂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要从哪里查起才好。辛苦你了。哇，这里有卖点心哎，看起来不错，就在这里吃午饭吧。好啊。对不起啊。Hello。目标已经在里面了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我已经安排侍应生把美丽的欧巴桑带到锁定的桌子。我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师母哎。没时间犹豫了，赶快叫他进来，不要错过黄金时机。好了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君越打来提醒我们今晚有约会。那需不需要赶回去啊？不用啦，先吃吧。不过你先点菜，我要上厕所。好吧。师母，哎，那个女的我见过，她好像跟我一起上过烹饪课的。你也认识她？她在我妈的舞蹈学院做工的。这么巧，那我过去跟她打个招呼。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山本秋月。我记得秋月嘛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我很好，谢谢。你也来吃饭呢？对呀，跟朋友一起来。你看，赵彩霞这个表情多吃惊啊！或许他认得出师母就是他烹饪班的同学，才会这样呢。Excuse me， 这个表情叫惊吓，不叫惊讶。你遇到你的旧同学会有这个表情吗？啊？继续看下去。欧巴桑看到赵彩霞的时候，表情也很吃惊，但是很快就回过神了。我知道，我也是不希望美丽的欧巴桑跟这桩案件有关，但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我们要接受啊。我觉得他们2个肯定有问题。我不敢单凭一个眼神就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哎呀，小屁啊小屁，难怪世界上的男侦探永远比女侦探多啊！因为女人呢，总是坏在感情用事，不懂得怎么冷静地看待摆在眼前的事实，对不对啊，小屁？
或许启聪日记里写的欧巴桑不是师母呢？我也希望不是秋月，可是太巧合了。烹饪班的照片，他跟彩霞在餐厅偶遇的反应，还有把启聪带走的动机完全成立。我还是不相信师母会这么做。查案最怕就是有盲点，证据摆在眼前却看不到。我竟然没有想到，我对秋月的亏欠竟然是我最大的盲点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隐瞒了那么多年，就是不想伤害到秋月。但我没有想到10年前已知道启聪的存在。他如果跟彩霞把启聪带走，我不能够怪他。我心痛的是他在我背后做了那么多事情，知道吗？其实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并不足够，可能真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呢。喂。OK， 我马上回来。喂，你们快来看，大家想找到美国最新的软件，可以根据小孩的脸部特征预测他长大后的样子，准确度高达90%。这就是电脑预测吴美为携手式的长相。这就是长大后的谢启聪。我认识他们哎。啊？他们就是薰衣草原的太郎和小薇。谁呀？你记得那天我在树林里迷路吗？就是太郎带我到他宿舍里，我还在那里看到他女朋友小薇。excuse me， 请问呢，纪念品部门在哪里？先生，你的钱包。原来是他。他捡到我的钱包，那他应该认得我。我们就这样擦身而过了。他连名字也改了，见到我又不敢跟我相认，他一定很恨我。Hello， 你们还在这里干嘛？去找他们啊！师傅，我跟你去。Thank you。不好意思，请问那个叫太郎的去哪里？太郎啊，他辞职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大概2个星期前吧。他说想换换环境。已经很久没有回去日本探望他们了，刚好餐馆后天会休业3天，我想趁这个时候回去看看他们，你说好吗？2个星期前，有没有看过这女的？有啊，不过我没有看到她来找谁，好像她来不久，太郎就辞职了。那小薇呢？她也辞职了。对啊，他们一起辞职了。这么快就回来啦？案子查得怎么样？我知道是我的错，可是你可以告诉我启聪在哪里吗？是吗？启聪到底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到底把我儿子怎么了？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无辜的小孩来报复对你不忠的老公？不要这样说，师母。
他一定有苦衷的。你们不要给他骗了。你们以为他真的是那么善良，这么温柔？他到底做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莲花，你说，说啊！好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，都是我那老公啦，他发神经病，莫名其妙吃醋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！我知道，啊？我老公托你再找一个人，你知道了？我什么都知道了。我老公在找他和谢玫瑰的私生子，你和他的关系我也很清楚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和他见面。我只想保护我的家庭，我不会允许任何人破坏他的。是雄哥自己来找我的，我管不了他。你想干什么？请你答应我，不要再和我老公见面，也不要怀疑我保护我家庭的决心。当时他好像疯子一样，好可怕啊！那次以后，我就不敢再见你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凶狠的样子。他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善良温柔，那是他装出来的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刚才不小心在餐馆弄伤了。伤口深不深？以后小心点。让你担心，我才过意不去。我承认，季冲是我带走的。我承认，季冲是我带着走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知道你很有女人缘，也有出轨的时候。一直以来，我都选择一只眼睛开，一只眼睛闭，因为我相信你心里只爱我一个人。可是当我发现你和他有了启冲之后，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有一次，我在你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小学3年级课本的收据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于是我偷偷的查你，才发现启冲的存在。小朋友，怎么不去玩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启冲。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不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啊？我没有朋友。那阿姨陪你一起玩好不好？嗯？那天过后，我经常去看启冲，带他去公园玩。我其实很喜欢他，可是我每次看到他，又会想起你对我的不忠和伤害。有一天，启冲很不开心。他说：“爸爸要带他回家，可是他不喜欢爸爸，
不想跟爸爸回家。当时我很痛苦，我反复地问我自己：如果你把启聪带回来，我能接受吗？某某口突然多了一个弟弟，他会怎么想？我真的很担心启聪的介入会破坏我们一家人的幸福。所以你这么狠心，就这样把我儿子带走？美薇和启聪一起失踪，是你和赵彩霞计划的吧？彩霞是被她丈夫背叛，变得一无所有。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怜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她想把她的女儿带回到自己身边，而我只想把启聪送走。你到底把启聪带去哪里了？我们知道美薇很喜欢外星宝宝，所以那天我特意扮成外星宝宝，站在学校对面的游乐广场，哄他们进来。我准备了几只放了安眠药的棒棒糖，启聪和美薇吃了之后，我再哄他们走进我们特别设计的太空船。我们在太空船里设了一个暗格，当他们昏昏欲睡时，我就把他们从后门带走。孩子都睡着了，我把他们藏在车里。当天下午就开车进入马来西亚，正好彩霞在关卡值班，我是和她一起把孩子送走的。你恨我，我了解。他毕竟是一个小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启聪是自愿要离开的，他在这里很不开心。他说他是被父母亲遗弃的孩子。你太卑鄙了！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对付我儿子！我孩子到底在哪里？我要回我的孩子！我真的不知道。自从他们离开了玫瑰园之后，我也在找他们。玉安，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我和大西洋查到启聪的消息了。他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快说啊！启聪他死了。他抬头仰望身边熟悉的脸，和试图防备的双眼，编织的谎